结婚3年，好不容易怀了孩子，我从婆婆家搬出来，回娘家养胎。本以为我的幸福生活要开始了，可我的亲妈却在这时候怀孕了。震惊之余，我还发现了她和我老公之间的惊天秘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周美珊，已经结婚3年了。我和我的丈夫孟强是公司同事。孟强是我的顶头上司，比我大10岁左右，但他从来不嫌弃我是刚刚入公司的新人，反而我一遇到什么事情，他就会耐心地帮助我。在他的热烈追求下，我很快就沦陷了，爱上了孟强。不过在进入恋爱之前，我还是向同事悄悄打听了孟强是不是单身，毕竟孟强已经30几岁了。好在孟强没有女朋友或者妻子，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成为他女朋友。可公司不允许办公室恋情，孟强给我找了一个新工作，我们交往半年就去领了证。领证之后，我便搬到了孟强家里和他一起住。孟强和他妈住在一起，婆婆性格刻薄，每天都喜欢挑我的刺。不仅把家务全部都交给我做，还每天跟孟强告状说我的不是。总之，婆婆看我十分不顺眼。最让她不顺眼的是，我没有给她生一个大胖孙子。结婚3年，我肚子一动静都没有。婆婆经常在外面说我是不会下蛋的母鸡，说她儿子没找到一个好老婆。每次听见这种话，我心里都特别难受。我还特地去了医院检查了一下，医生说我身体不算很好，并不是容易受孕的体质。如果想要怀孕的话，估计要好好调理身体。医生都这么说了，我便去找了老中医调理了一下身体。我喝了半年中药，又努力锻炼了之后，终于怀孕了。那天我在厕所里测出2道杠的时候，整个人激动得热泪盈眶。老公，我终于怀上孩子了！我激动地给孟强打电话，孟强也很高兴。老婆，我爱你，谢谢你。他甚至在接到电话之后，没过多久就回来了。老婆，他冲上来抱住了我，我感觉积极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。我要去告诉妈这个好消息。孟强告诉了婆婆我怀孕的消息。不过她并没有很高兴的样子。终于怀孕了啊！你那么高兴干什么？还不知道是不是儿子呢？万一是个丫头片子怎么办？婆婆的话实在不好听。孟强见婆婆这么说，赶紧说道：妈，美珊怀孕是好事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扫兴？婆婆刻薄地斜了我一眼，怀个孕而已，又不是中了500万，有什么好高兴的？别人结婚3年，2个孩子都生出来了，不下蛋的鸡。要是你们真嫌我说话难听，你们就搬出去住啊！我本来因为怀孕变好的心情一瞬间低落了。看着婆婆的嘴脸，我愤怒道：好啊，我们马上搬出去。我早就受够了婆婆。这3年来，婆婆刻薄我，阴阳怪气我，甚至还把活全部都丢给我。要不是因为我爱孟强，加上我没有怀上孩子，根本不可能忍得下来。这3年，我几乎每2、3天都要给我妈打个电话，跟她吐槽我婆婆究竟有多么奇葩。再不让我和我妈吐槽几句，这日子我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。现在我终于怀孕了，婆婆这样对待我，说风凉话。我并不在乎我自己生的孩子是男是女，我甚至更希望自己能生个女儿。女儿多可爱啊！但在婆婆的嘴里，却只是一个赔钱货。老婆，可我的钱还不够付新房的首付啊！我和孟强2个人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看见我坚定要搬走的样子，孟强忍不住说道：哪怕租房子我也要搬出去。不过我也清楚，租房子并不是那么方便。
我现在还怀孕了，总不见得生了孩子之后还让孩子跟我们一起租房子吧？老婆，再给我2年时间，我一定能买得起房子。孟强抓住了我的手，满眼诚恳地说道。我当然相信孟强可以做得到，但现在我不帮出去，我都觉得我甚至要孕期抑郁了。不，我还是要搬出去。我给我妈打了一个电话，问她能不能让我和孟强2个人搬回去。我其实心里没底的，毕竟自从她和我爸2个人离婚之后，她的男朋友就没有断过。我们住回去，我怕影响她谈恋爱。当然没问题啊，你是我亲女儿，我还能不让你回家啊？我妈说，正好我怀孕了，她可以多照顾照顾我。谢谢你，妈。我感动得热泪盈眶。果然，世上只有妈妈好。我妈说可以让我们2个人住她家。我说的时候，满脸都是高兴。孟强眼里也闪过了一丝惊喜。那也挺好的，岳母不觉得我们打扰她的话，我们就一起搬过去。我们迅速做了决定。当天晚上，我就收拾好了行李。第2天，我和孟强2个人就准备离开。婆婆听到我们要搬走，不爽地看着我：“你要走就走，居然把我儿子也带走了！你还真是跟你妈一样风骚，就知道牵着男人鼻子走。你给我闭嘴，不准你说我妈。平时婆婆说我什么都算了，我绝对不能允许她说我妈妈。我也没有说错啊！你看你妈哪里像是个快50岁的人，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四处勾引男人。我看你们母女还真是一个德行。我气得不行。孟强赶紧拉住我：“妈，你别说了，老婆，我们先走吧。”孟强在车上哄了我很久，我才算是消气了。我发誓我再也不要跟婆婆住一起了。孟强开着车到了我家，我妈打开了门：“珊珊、小强，你们回来啦。”我妈穿着一件真丝睡衣，看着年纪跟我差不多大。我一瞬间觉得婆婆会这么说我妈，一定是嫉妒我妈年轻貌美。我甚至看见孟强眼前一亮的表情，这会我甚至还骄傲，还在心里想着：知道我妈和你妈的差距了吗？你妈就是一个刻薄的老婆婆，而我妈年轻时髦，还对我们这些小辈很好。自从我回了家里之后，我就得到了跟之前在婆婆家完全不一样的待遇。妈妈心疼我怀孕不容易，饭也不用我做，衣服也不用我洗，甚至每天还帮我泡好洗澡水。我回家简直是公主的待遇，连带着孟强的待遇也变好。他之前在家里虽然没有干什么，但也没有人伺候他。一到我家，妈妈又是一个大包大揽的个性。她偶尔回来腰酸背痛的时候，妈妈甚至会帮她按腰捏肩膀。孟强每次都跟我说：“老婆，早知道回咱妈这边这么舒服，我早就跟你一起搬回来了。你现在知道我自从嫁给你之后受了多少委屈了吗？你妈怎么对我的，再看看我妈怎么对你的。”我说的时候还斜眼看她。孟强赶紧哄我：“老婆，你也知道我妈那个人就是那样，岳母对我这么好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她的。我这个月拿了奖金，给咱妈买个金项链怎么样？我抻了孟强一样，算你孝顺。那你要挑个款式好看的，你知道我妈很挑的。”孟强应了下来。果然第2天孟强下班回来的时候，手里拿了一个精致的礼盒。“妈，这是我给你买的礼物。”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感觉孟强看我妈的眼神有眷恋，这种感觉一时间让我感觉莫名。后面想了想，也就想通了，十有八九就是跟我婆婆那个刻薄女人有关系。孟强从小到大都没有得到过什么母爱，婆婆那个人虽然重男轻女，但实际上她还是更重视她自己，一切以自己为中心，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。
像她这样的缺少母爱的，在我妈对她这么好的情况下，也难怪她会回报我妈。小强，你送的项链真好看，妈很喜欢。我妈一脸惊喜地打开了盒子，你能帮我把项链戴起来吗？好啊。孟强小心翼翼地把项链戴到了我妈的脖子上，她的脖子又纤细又白皙，看着完全不像她这个年纪的人。戴上那条项链之后，简直漂亮的不行。但我总觉得怪怪的。妈妈看着年轻，站在孟强旁边，根本看不出比他大，两个人就好像一对夫妻一样。我妈甚至还高兴地抱了孟强一下。小强，你真比我女儿还贴心。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但又说不上来。我心里隐隐的酸。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是不是因为怀孕脑子出了什么问题，居然和自己的妈妈吃醋。我应该高兴才对，自己的老公这么孝顺妈妈。这时候我却看见孟强一直盯着我妈的胸前看，我一时间竟然分不清他是在看项链还是在欣赏她的好身材。最近我发现孟强怪怪的，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的，有时候身上甚至沾上了香水的味道。老公，你最近怎么身上总是有香水的味道？你该不会是趁我怀孕了就出去找女人吧？我斜眼看着孟强，虽然心里还是相信他的，但最近他陪我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，所以我忍不住阴阳怪气了两句。孟强的表情迅速地闪过一丝慌乱，赶紧解释道：老婆，你也知道我工作经常需要应酬，那些客户身上喷了那么重的香水味，我也没办法啊，你最好没骗我。我轻哼了一声，然后媚眼如丝地看着他。老公，医生说孩子3个月之后我们就可以。我解开了他身上的一个扣子，暗示地看着他，但孟强却不像以前一样对这件事情极为热衷，反而疲惫地摆了摆手。老婆，这样不安全，为了孩子也为了你，我能忍的。孟强伸手摸了摸我微微隆起的肚子，而且我最近也很累，我们以后再说好吗？我总觉得孟强奇怪，他说完这些话之后就马上躺在我旁边睡着了，好像真的很累的样子。我想要给他盖上被子，却看见了他的脖子上有个很淡的痕迹。咦，这是什么？我用手一摸，居然还有像粉底液一样的东西沾到了我的手上。这好像是一个吻痕，还是用粉底液欲盖弥彰起来的吻痕。要是我平时看到孟强脖子上青紫的痕迹，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被虫子咬了，但脖子上还用粉底液遮起来，那一定就是真的吻痕了。这个痕迹让我一夜无眠。第二天我起床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腰酸背痛，头疼欲裂。所以孟强是已经出轨了，还是有什么女人突然扑上来亲的？现在我肚子里的孩子都3个月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妈，当时我妈的脸色也很奇怪。妈，你说该怎么办啊？要是孟强出轨了，我和孩子该怎么办？我边说边忍不住地流出了眼泪。珊珊，我妈伸手抱了抱我，你别想太多了，妈觉得你就是太敏感了，说不定那就是被虫子咬了，或者是被人不小心弄上的。孟强怕你想太多，才用粉底液遮起来的。妈，真的吗？我双眼朦胧地看着我妈，我妈点了点头。不过没一会，我妈突然反胃，她冲了出去，跑进了厕所里。我也担心地走了过去，却在里听到了一声又一声的干呕声。妈妈这是吃坏肚子了吗？怎么吐得这么厉害？但这不太像是胃炎，反而像是害喜。不过这怎么可能呢？我妈都50岁了。可等妈妈出来的时候，我却惊了，因为她手上拿着一个2道杠的验孕棒。看着妈妈惊恐的眼神，我也震惊了。我大喊了一声：妈，你怀孕了啊！
我没想到妈妈在我怀孕也怀孕了，而且还是高龄怀孕的。妈，我叫妈妈的时候都是颤抖的。这孩子是哪个叔叔的啊？妈妈也愣住了，然后看见我之后，表情一时间复杂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实在没想到妈妈会给了我这样一个答案。我印象里，妈妈最近没有带什么男朋友回家啊？难道私下妈妈又跟什么男人交往吗？妈，你打算要这个孩子吗？我年纪都这么大了，甚至自己也怀孕了，所以我并不在意自己再多个弟弟或者妹妹。珊珊，妈妈想说什么，但欲言又止，但她还是什么都没有说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她。晚上孟强回来了，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孟强。老公，你说万一妈真的想要这个孩子，我们是不是要搬出去住比较好啊？妈妈让我搬到她家来，本意是想照顾我，但现在她自己怀孕了，我是不是不应该和孟强2个人打扰我妈的生活了？老公，要不你去看房子吧，我还存款，加上你的存款，再去我妈借点钱，应该可以付首付了。但孟强好像没有听到我说的话一样，表情一会高兴，一会恐慌的。我以为他是不想搬出去，赶紧安慰道：老公，我自己也能照顾好自己的，我们搬出去吧。老婆，你让我想想，他好像比我刚刚下的还要厉害。晚上孟强很快就睡了，虽然有妈妈怀孕的这件事情把我震撼了，但我还是对孟强脖子上面的吻痕有所疑虑。是以孟强一睡着之后，我就偷偷地打开了他的手机。我知道他的手机密码是他妈的生日，他大概是不清楚我知道，所以手机总是毫无防备地放在床头。我带着他的手机跑到了厕所去，打开他的手机微信，除了工作上的事情，就是婆婆天天发信息辱骂我。但这时候看见了一个备注是520的微信，像是谁的小号一样。孟强喊他老婆，对他嘘寒问暖，女人时不时跟他撒娇，甚至还发私密照片给他看。孟强应该对这个女人很是迷恋。我红着眼睛，鼻子忍不住抽了抽。原来孟强真的出轨了。至于我为什么会觉得孟强对这个女人很迷恋，是因为哪怕在我们热恋的时候，孟强都没有这么跟我发过信息。渣男！我看见孟强熟睡的侧脸，恨不得过去给他一巴掌。但我的孩子怎么办？我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又流下了一行清泪。我一边哭着，一边翻看着他们的聊天记录。我看见了他们一句奇怪的对话。孟强对女人说他想要娶她，但女人却回了一句：那珊珊怎么办？而孟强却说珊珊可以接受的。孟强出轨的这个女人，难道认识我吗？不然为什么会那么亲密地称呼我？我脑海里闪过了我以前的几个女同事，想知道到底哪个人是我婚姻中的小三。我的心里隐隐的慌乱，总感觉这个女人会是一个让我不能接受的人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孟强出轨了，我要离婚。我绝对不要一个已经肮脏出轨的丈夫。这件事情我要跟妈妈商量一下。我现在无比庆幸自己还有妈妈，至少妈妈是我永远的后盾。但我刚刚想要去妈妈的房间的时候，却听到了妈妈在打电话。你说我能怎么办？我现在除了打掉这个孩子，还能怎么办？妈妈的语气很急，不知道对面在说什么。妈妈瞬间炸毛，你叫我留下这个孩子，你以为我不想留下这个孩子吗？可留下这个孩子，不就是让我在珊珊和孩子之间选择一个吗？妈妈声嘶力竭地说道。但我却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妈妈的话好奇怪，我从来都没有反对过妈妈再婚再育，为什么妈妈说要在我和孩子之间选一个？是我表现的什么行为让妈妈觉得我介意这个孩子吗？我刚想走进去，打算跟妈妈好好聊聊，
可这时候妈妈却红着眼睛，低声对电话那头喊了一句：“孟强。”什么？我整个人都瞳孔地震。妈妈居然是在跟孟强打电话，他们两个人之间为什么要聊妈妈肚子里孩子的事情？我直觉不对劲，转身慌里慌张地跑回了房间里去。我突然想到了昨晚我看见孟强和那个小三的对话，小三喊我珊珊的聊天记录。有一个大胆想法突然从我的脑海中出现，一时间我又觉得十分荒谬。怎么可能呢？妈妈从小到大一个人养育我长大，我结婚生子之后，居然怀疑妈妈和老公有一腿。我这么想，我还算是个女儿吗？这么一想，我真觉得我被孟强出轨的事情搞神经都出了点问题。我昨晚一晚上没睡，之前还好，现在怀孕了，根本受不住，想着想着就睡着了。等我再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凌晨1点了。我醒来发现孟强根本没有回来，心里还觉得奇怪，想着孟强之前就算出轨了，也每天晚上回家，今晚怎么就不在家里了？我从床上爬起来，走到玄关处，发现孟强的鞋子放在玄关。孟强居然回来了。我正感到疑惑的时候，我却听到了我妈房间里隐隐约约的声音。我走了过去，房间露出了一条缝，我看见了孟强和妈妈两个人坐在床上。孟强怎么会在我妈的房间？这时候我听到了一句让我震惊的话：“玲玲，你就把孩子生下来吧。”玲玲是妈妈的名字。孟强居然对自己的岳母直呼其名。我真的很想跟你有个孩子。这句话犹如石破天惊，在我的耳边炸开。所以孟强出轨的对象真的是我妈，他们不仅背叛了我，还有孩子了。我的眼睛瞬间红了，这多荒谬啊！我妈和我老公搞在了一起，我妈肚子里的孩子跟我肚子里的孩子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。这时候孟强抱住了妈妈，两个人离得很近，亲密无间。玲玲，你就当为了我们的孩子考虑考虑吧。珊珊是你的女儿，但肚子里的那个就不是你的孩子了吗？孟强的话好像潘多拉的魔盒，渐渐地说动了妈妈。但珊珊肚子里还有你的孩子，我们真的要对她那么残忍吗？妈妈的眼里有纠结，但更多的是已经被孟强说服了。玲玲，你不是一直很遗憾自己没有儿子，而是生了一个女儿吗？现在我们有孩子了，说不定孩子还是一个儿子，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。至于珊珊，我在想，要不然就给她下点药，把她肚子里的孩子流掉算了。孟强说的时候，眼里闪过了一丝阴鸷，仿佛我肚子里的不是他的孩子，而是一个连累他幸福生活的累赘。我红着眼眶，颤抖着嘴，不敢想象这一切居然会发生在我的身上。更让我接受不了的是，我还以为至少妈妈心里还有我，可她居然犹豫了一瞬间，就说道：“那你找人开点温和的堕胎药，不要伤害了珊珊的身体。”简直是可笑。原来我一直以来最爱的妈妈和老公，他们两个人早就背着我进行了苟且之事，而且他们还要害死我的孩子。什么温和一点的堕胎药，药就是药，怎么可能会不伤害身体？我几乎是无力地走回自己的房间的。我抱住自己，大声地哭了出来，感觉我被全世界抛弃了，就连妈妈都为了自己的欲望和肚子里那个未成型的孩子抛弃了我。第二天起来的时候，我几乎毫不犹豫地就去了医院做了流产手术。从手术台出来的时候，我无比的平静。我之前有多么期待这个孩子的降生，现在就有多么庆幸这个孩子被我流掉。他现在才不到4个月，还可以把孩子打掉。等孩子大了，我就真的追悔莫及了。我不想让他出生在这样一个不健康的家庭里。我要和孟强离婚，
我要让妈妈和孟强后悔这么对我。刚刚做完流产手术，我很虚弱，但自从妈妈怀孕了之后，并没有怎么注意我了，所以他们根本没有人发现我的不对。当天晚上，孟强就拿着一碗汤进来了。老婆，你快喝点汤，这汤是我亲自炖的，说喝了对孕妇好。我在心里冷笑一声，是对孕妇好，直接把孕妇肚子里的孩子弄没能不好吗？你放那里吧，我没什么胃口，我等等喝。孟强叮嘱我一定要把汤喝了，但我不可能喝这碗汤的。孟强现在对妈妈很上心，哪怕我在的时候也毫不掩饰的关心。这两个人大概觉得我根本不会怀疑他们出轨。老婆，你倒是喝呀！孟强哄我把汤给喝了，但我却一副不耐烦的样子，把汤甩到了地板上。我说了，不喝就是不喝。孟强，你是不是跟外面什么女人出轨了？我故意挑这个时间发难，为的就是和孟强大吵一架。这个吻痕你怎么解释？我指着孟强脖子上面其实已经不太明显的痕迹大喊道。孟强果然被我这么一质疑，都忘记了那个汤的事情，赶忙解释道：老婆，你是不是最近怀孕了，情绪不对劲啊？我怎么可能出轨呢？我脖子上那是蚊子咬的，我不相信。你最近天天早出晚归，身上还有女人的香水味。孟强，你要我怎么相信你？我开始砸东西，整个人疯狂地尖叫。孟强劝不住我，也慌张。这时候妈妈听到我在尖叫，从外面走了进来。珊珊，怎么啦？孟强出轨了。我这么一喊，把妈妈吓了一跳。孟强赶紧解释道：我没有，是他误会了，他老觉得我跟外面的女人有一腿。我在心里冷笑了一声，孟强是没有在外面跟别的女人有一腿，不过是跟我亲妈有一腿罢了。珊珊，你是不是误会小强了？上次妈不是跟你聊过了？妈妈过来安慰我，但我还是不管不顾的大喊大叫，情绪在崩溃边缘。其实我一部分是装的，另一部分我也在发泄自己的情绪。任谁遇到这种事情都很难不疯。妈妈看见我情绪崩溃了，只好先跟孟强说：小强，你先出去一下，我跟珊珊好好聊聊。孟强深深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走出了房间。我的情绪这才平复下来一点。妈妈走到我的床铺旁边，握住了我的手。珊珊，你跟妈妈说说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故意泪眼朦胧地看着妈妈。妈，孟强真的出轨了。妈妈的脸色有一丝的不自然。珊珊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孟强的那个吻痕可能就是虫子咬的。你是不是最近怀孕了，想太多了？不是的，妈，我跟你说，那天我亲眼看见了孟强和一个女人在街上搂搂抱抱的。我本来还觉得是不是我看错了，走过去一看，果然就是孟强，而且我还自己给他找借口，想着那是不是他的亲戚。结果我亲眼看见了他们进了一家酒店。我当然没有看见孟强和什么女人搂搂抱抱，这些都是我编的。我就是为了让妈妈和孟强两个人离心。我受过的苦，我被他们背叛的痛苦，我要让他们通通都品尝一遍。什么？妈妈生气地站。珊珊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确定看见了是孟强吗？我肯定是看到了才那么生气啊，不然我刚刚为什么气得连碗都摔了？妈，你怎么也那么生气啊？大概是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反应太大了。妈妈坐下来抓住我的手。珊珊，妈妈是太担心你了。你还发现了什么吗？我那天还听见了孟强和一个女人打电话，口口声声喊人家宝贝。我感觉那个女人的年纪估计很小。我说完这句，又说了一句话，扎我妈的心。妈妈，你说男人是不是就是喜欢永远的18岁啊？我太了解女人了，
更何况面前的这个人还是我的母亲。果然，听到我说的那句“永远的18岁”之后，妈妈就一下子变了脸色。她好像也没有心情哄我了，她随便劝了我2句，就说她自己身体不是很舒服，要回房间去休息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孟强这才小心翼翼地来到了卧室。老婆，你还生气吗？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聊聊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孟强想和我离婚，但他的情人是我妈妈，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件事情，所以他们2个人就只能把这件事情拖着。那你怎么解释那个吻痕？妈妈进来我就瞎编，孟强过来我就死死地揪着吻痕的事情。老婆，那真的就是被蚊子咬的，而且你说的什么香水味，真的都是客户身上的。老婆，你就再相信我一次好不好？孟强就差给我跪下来了，但我觉得他就应该给我跪下来。他不仅出轨了我妈妈，还想杀死我和他的孩子。我早就对这个人没有任何的感情了，你让我想想吧。孟强看我这副态度，以为还有商量的余地，但他凑过来就问我刚刚跟我妈说了什么。老婆，你刚刚和妈说了什么啊？妈怎么脸色那么差？我在心里冷笑了一声。妈妈刚刚肯定把我说的话听进去了，所以才会对孟强横眉冷对。你还挺关心妈的。我故意阴阳怪气了一句。孟强脸色瞬间变了。老婆，那还不是因为我担心你吗？行吧，妈没事，她就是刚刚身体有点不舒服。我假装很担心妈妈的叹了一口气。妈也不容易，她现在怀孕了，还不知道孩子爸爸是谁。我要是她，我也担心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孟强一时间绷不住。老婆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什么叫妈也不知道孩子是谁的？我心里知道妈妈的孩子10有8九就是孟强的，但我还是故意说道：你也知道我妈这几年都没有再婚，但男朋友一个接一个换，你都不知道，以前我没结婚的时候，我妈每天晚上可能带回来的都是不同的男人。我说的都是真话，但孟强的脸色一瞬间变得特别难看。老婆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笑了一声，我这有什么好骗你的？她可我妈，我还不了解她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跟你说这些事情也没什么吧。孟强越听表情越不好，一脸被绿了的表情。老婆，那妈最近一任男友是什么时候分手的啊？孟强果然起了疑心，怀疑妈妈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了。应该是半个月前，他还跟一个叔叔在一起吧？我上次还听到他们打电话了，这也是我胡说八道的。自从我搬过来之后，我根本没有见过妈妈跟其他男人在一起了，大概她是一心一意跟女婿2个人玩尽断了。这么一想，我心里都忍不住的恶心。孟强的表情一瞬间变得非常难看，看见孟强的表情变难看了，我就高兴，我舒舒服服地躺下来睡觉了。半夜我是被妈妈和孟强吵架声给吵醒的。你自己在外面找女人，你还敢说我？妈妈的声音声嘶力竭，而孟强的声音也不遑多让，他愤怒地咆哮着：你说，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？孟强果然被我之前的话说了之后，开始怀疑。人类就是这样，只要给他们埋下一点点怀疑的种子，他们就能把所有的事情串在一起，觉得对方对不起自己了。2个人的声音亦都没有控制下来，甚至都不怕吵到我被我听到，应该是吵架吵到失去理智了。我正听着笑话呢，这2个人背叛我，背着我翻云覆雨、珠胎暗结的时候，可亦都没有考虑到我会伤心难过。这时候我却听到了妈妈尖叫了一声，然后就是孟强的尖叫。我一直觉得不对劲，我从床上爬，打开门，却看见妈妈摔在地上，
下身全部都是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孟强说他不小心推了妈妈一下，然后妈妈就摔倒了。孟强是真的在乎妈妈，所以他瞬间慌乱。还是我冷静地打了一个电话，喊了救护车来。救护车很快就来了，妈妈被送进了急症。很遗憾，孩子没有保住。医生抱歉地对我们说道。这时候，孟强却像是失了魂一样的蹲在了地板上。我目的达到了，冷笑了一声：“孟强，我们离婚吧。”孟强震惊地看着我：“老婆，我刚刚真不是故意的，你要因为这个跟我离婚吗？”我冷笑了一声：“我倒是不会因为你害死了你的孩子就跟你离婚。我和你离婚不过是因为你和我妈一起背叛了我，你都知道。”孟强满脸的慌乱和震惊：“是啊，我还把这件事情跟你领导还有同事讲了，你很快就要出名了。”孟强听到这个才彻底破防：“老婆，老婆，你别这样，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，你肚子里还有我的孩子，你毁了我对你有什么好处？”我轻嗤了一声：“你想多了，我怎么可能生下带有你这种人渣基因的孩子？我早就把孩子给打掉了。”孟强整个人跌坐在地：“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”我甚至懒得看他一眼。我到了病房，看见妈妈正血色全无地躺在床上。“珊珊，你们刚刚说的话我都听到了。”她眼睛发红：“是妈对不起你，我对这个生我养我的女人实在是怪不起来。她失去了一个孩子，也算是上天给她的惩罚吧。不过我从此以后再也不会认她了。妈，这是我最后叫你一次妈了。你现在觉得对不起我有用吗？你跟孟强背叛我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我会不会难过？从今以后的日子我自己过，我再也不需要你了。”说完这句话，我就离开了病房，也彻底的离开了他们的生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